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。今天晚上，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是发生在美国。但在进入恐怖怪谈之前，我相信大家看到我录怪谈就知道我从泰国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没错，这次泰国之旅，我必须说，就像我影片拍摄当中所讲，但我必须说，影片拍摄我讲过了，但是我那个影片可能要到8、9月吧，年底之后大家才看得到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必须说，其实还有回去绿屋啦，因为我们虽然有去了一些地方，但绿屋还是有去，因为日本人没有去过，所以我有去。那这次泰国旅行呢，虽然发生蛮多事情，但我必须说，其实还蛮喜欢泰国的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有没有撞鬼？有，但是我还撞到比鬼更恐怖的人，因为钱被偷了，然后还碰到那个，因为我们租车嘛，然后又被那个泰国警察刁难，因为我护照放在饭店没带，然后还差点被带去警察局，哦，真好烦哦。但 anyway， 这些都是一些在泰国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但它的好的事情呢，我其实比如说我玩的蛮开心，吃的也蛮开心的。那鬼屋呢，其实也蛮恐怖的，甚至还第一次在废墟中搭电梯，超棒的，因为跑到27楼没有电梯我上不去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泰国我这次拍摄完的一个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那今天我接到这个恐怖怪谈呢，我必须说，其实算是一个一群人呐，他去了一个废弃的房子，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。那至于是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必须说，其实这个假如是我小时候的话，我有可能也会碰得到，因为我就是那个好奇宝宝。那至于他们看到了什么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，就介绍给大家了。我的故事发生在很久之前，1966年到1967年的夏天。那时候我们去拜访外公外婆，还有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其他亲戚，我叔叔艾迪和婶婶罗斯玛丽，还带着他们12个孩子中的6个来过夜。我们正好也在那里度过周末。在6个堂兄弟姐妹中，只有2个年纪跟我差不多，艾迪小弟比我小1岁，而最大的罗斯玛丽跟我同年12岁。我们常常喜欢沿着美丽的乡间道路散步一段很长的距离。我外公外婆住在相当乡下的环境，那里有很多农场，房子之间距离很远，最近的邻居也在半英里之外，所以那种环境让每个家庭都相当的有隐私，住在那里真的很舒服。接着我们想要去一家叫 Twin Kiss 的冰淇淋店，而且想走路过去，父母给我们了钱，1人2毛5分钱。你能相信那个年代1毛钱或2毛5分钱就能买到一个分量不错的冰淇淋甜筒吗？是真的。我们就带着期待已久的心情出发了。那是一段有点远的路程，沿着艾尔伍德市外的一条长长柏油路，但大部分时间路上车子很少。我们一路上还会摸摸路边栅栏旁的马或牛。路边有一栋非常老旧的废弃豪宅，离路面退后大约200码，它正好位在一家乳牛场对面。当地的孩子常告诉我们，那栋豪宅闹鬼。当然，这让我们很好奇，好奇心带来了行动，行动差点让我们被农夫开枪射击。让我慢慢解释。我们从冰淇淋店回来的路上，已经把冰淇淋吃完了。我们正走进那栋豪宅。我相信那个辉煌时期，它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建筑，有点像《乱世佳人》里塔拉庄园的小型版本。如果你能想象的话，它是纯白的，有4层楼、地下室，四周环境绕着走廊一样的阳台，主要入口在阳台中间，非常有魅力。然而，那个阳台看起来随时可能坍塌掉。如果有人踩上去的话，我们不想冒险，就找了一个旧的洗衣盆，把它翻过来，站在上面往房子里1楼偷看。从我们能看到的一点点东西来看，它在鼎盛时期一定非常的美丽。我们看到一些老式维多利亚家具，有华丽的布面，扶手和腿部有精致的雕刻，还有很多家具盖着床单，床单因为灰尘和污垢它变黑了。天色渐暗，外面的光线开始减弱。我们正透过窗户往里看时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很大的声音，可能是1楼或2楼上面，听起来有人在推开椅子，或是把椅子沿着地板拖动。那个声音让我们警觉，我们跳下洗衣盆，
开始逃离那栋房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全都停下来，转身去看是谁或是什么在里面。我们想确定那个东西没有追过来。其实我们这样做真的很蠢，我们本应该继续跑的，但就像我说的，好奇心战胜了一切。我们站在那里时，注意到豪宅3楼有个明亮的灯光在移动，它移动的方式像是有人提着灯笼，但我们没有人看到有人提着它，只有灯光。我们是透过很多破掉的窗户看到的。我们就站在那里看了大概5分钟。这时一个农夫突然从我们后面出现，手里拿着猎枪，只是想吓我们吧。我不相信他真的会朝一群小孩开枪，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可以这么说，他对着我们大吼，说那栋豪宅的土地是他们家族的，我们在非法入侵。我们非常谦卑的道歉，并告诉他已经有人非法侵入了，正在房子楼上走动。我们说我们看到有人在楼上提着灯笼。他有点生气，告诉我们一定是看错了，因为他家族最后一个成员在50多年前就死在里面了。从那之后房子就一直空着。他说里面根本也没有电。我们另外2个堂兄弟和我抗议说，我们年纪都已经够大了，不会乱想象一个11岁2个12岁，对吧？我们宣称我们全部看到了，而且他出现之前我们已经看了5分钟。他放下枪，这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他相当严厉地说，现在该澄清了。他走到我们前面，叫我们跟着他。他居然敢走上前门的阳台。考虑到他的体型，我们不明白他怎么确定阳台不会在他脚下崩塌呢？但他就是走上去了。他告诉我们可以上来往里面看。我们非常小心踏上木质的台阶，在他的催促下往里面看。我们看到的东西让我们吓得腿软。是的，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楼梯，带着尖刺的栏杆往上，但地板已经不见了，腐烂掉了，根本没有人能走上去，因为根本没有地板可以走，更不要说楼梯部分也腐烂了。我们脸色全部发白。他问我们满意了没有，我们点头道歉。他就把我们带出去，他叫我们回家，以后不要再非法侵入他的土地。他甚至用为枪吓到我们而道歉，但枪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小事了。我们一路走回外公外婆家时，脑袋里想的都是刚刚看到的事。我们全都兴奋地讨论着，试图搞清楚我们到底看了什么。然而我们完全想不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们一致决定不跟父母提起，况且谁会相信一群小孩子的话呢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。我们在剩下的假期里偷偷地讨论这件事，只是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？至于那栋房子的主人，他们今天土地围起了电栅栏，栅栏上挂着一个大的金属牌，上面写着禁止进入。直到今天，那件事情让我们当中有些人百思不解。我欢迎大家的任何意见。好，介绍完今天这个地方，我必须说，你们觉得这则故事恐不恐怖呢？我这样反问大家好了，因为说坦白啦，他这个经历算不算是超自然现象？我觉得是。那以我们这种年纪来讲的话，这个好像感觉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，对吧？我觉得是这样没有错。但是那个红色灯笼到底是谁呢？会不会是他家族的人？然后还有他家族的灵体不愿意离去那个房子呢？其实这个后续他还有提到，就是说这个房子最后好像也被地主拆掉了，然后现在也盖成一个工厂、农场这样子。那有时候有没有发生事情？不知道。但我觉得，假如是被自己家族的人拆的话，或许当地的灵体不会说什么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一个很明显，就是这边的灵体有可能在守护这个家庭，那个灯光啊等等之类。那当地的小朋友可能不止他们看过，甚至有很多人看过。然后地主也不希望人家再去打扰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假如给我评分的话，我大概评3.5颗星吧。那为什么评3.5颗星呢？没有办法，这更恐怖呢。我比如说以我现在年纪来讲，我会觉得不恐怖，但我小时候的话，我一定很恐怖，因为小时候我确实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长大才会拍这种影片，不是吗？好 ，OK 啦。那今天的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也必须跟大家讲说，对，因为
小弟这次在泰国有点损失惨重，因为有被偷钱嘛。那对啊，那虽然刚刚跟前面大家讲了说有碰到这些事情，但也是请大家说不要去讨厌泰国了，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的，我应该有机会再去拍摄了，只是真的很热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今天废话其实还蛮多的哈。那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地方为止，那接下来影片恢复正常，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哈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咿呀嚓嚓。